天的影片，我想跟大家谈有钱人的7种被动收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要过一种财务自由、时间自由的日子，但是真正能达到的人很少。而真正的有钱人，其实懂得帮自己打造一个真正的生财机器。不论自己有没有上班，不论自己有没有出现在工作场所，一样自己每天都会产生足够甚至更多的金钱来供自己使用或储蓄。而这样的生财器具，其实就是很多有钱人已经在使用的被动收入。如《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就一直鼓吹人们必须打造自己的被动收入，从一个上班族或是高薪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跳脱到真正的有钱人的行列，也就是成为投资者跟经营者。因为无论你是上班族或是高薪的专业人士，你永远还是在打工，过度依赖主动收入。只要你不出现、不上班，你就没有了收入。而经营者跟投资者，他们依靠着知识产权、公司或投资产生了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让他们能达到真正的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即使他们有时候累了、病了，收入还是源源不绝的进来。今天的影片，我就会告诉大家，在2020年也继续被有钱人使用的被动收入方式，其实除了主动的上班收入，还有很多的被动收入方式一直被很多人来使用。如果使用得好，很多人甚至在退休之前就可以达到被动收入超过上班收入，或是财务自由。我是网络创业家小东，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同时按下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周更新的影片咯。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简单入门、不用投资、几乎不用成本的被动收入。首先，我推荐的就是自媒体的经营。自媒体有很多种，如 YouTube、TikTok、部落格等等。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各式各样的自媒体你都可以去经营、去利用。只要有流量，你就能够从里面赚钱，而且是赚到很多钱。第一个被动收入就是部落格。虽然有些人认为部落格已经过时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人在经营部落格，还是有很多人从部落格赚到很多钱。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尤其很多人是不喜欢露脸去经营 YouTube 频道的，而且经营 YouTube 频道花费的时间跟精力会比部落格大很多。所以部落格其实是对一个新手来说很容易入门的自媒体。无论你是经营一个旅游的部落格，或是美食的部落格，这些内容其实一般人都可以很容易开始制作，不需要什么特别专业的技能。重点是你需要经年累月的持续产出文章，这样子流量就会慢慢增加。尤其部落格在 SEO 的经营上面，比 YouTube 频道更容易占据搜寻引擎的版面，所以很多 YouTube 他们也会同时经营的部落格，因为部落格文章可以更容易被搜寻引擎来搜寻，曝光的机会也就更多了。而部落格有了流量之后的变现方式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放置 Google 的广告，或是甚至自己贩售自己网站的广告栏位，然后也可以同时经营联盟行销，贩售别人的相关产品，或甚至贩售自己的实体或电子产品，还有接业配等等。部落格跟 YouTube 频道有点类似，都是打造自己个人的品牌。而部落格的好处就是通常你可以掌握自己的网站。如果你是自己架设部落格的话，比起其他社交平台，你会有更多的掌控权，也会有更多的搜寻引擎曝光机会。所以部落格其实是很推荐一个希望以零成本打造被动收入的人来经营的。第二个被动收入就是 YouTube 频道。YouTube 是目前打造个人品牌、做自媒体最好的管道了。YouTube 频道如果能达到一定的订阅数跟流量的话，不但频道主的知名度高，而且变现也会比其他平台更容易，赚得更多。YouTube 一般需要达到 YouTube 伙伴计划的门槛后，你就可以在影片中插入广告，获得广告分润收入。还有目前最流行的业配也是，只要你有一定的订阅数，通常就会有厂商希望跟你合作影片。很多 YouTuber 的业配收入甚至远高于他们的广告分成收入。
YouTuber 还可以在自己的影片下方置入联盟行销的连结，贩售别人的产品或是自己的产品，而还有可以贩售自己的线上课程。线上课程目前的定价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产品，所以贩售线上课程也是一个 YouTube 频道可以选择的收入之一。但是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花的时间跟心力的确比部落格等其他平台来得多，也比较不容易。同时，很多人不愿意露脸拍摄，但其实我的影片也介绍过，其实目前有很多种类的方式，你可以不用露脸，也可以经营自己的频道。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欢迎大家参考我频道内的其他影片。我有教大家很多这类不露脸拍摄 YouTube 频道的方式，所以 YouTube 频道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而且也是刚开始零成本的一个非常好的被动收入来源。只要你持续创作，有了一定的订阅跟流量之后，每个月基本的广告分润收入通常都可以持续很久很多年。我就看过很多频道已经停止更新了好几年，但是流量仍然不减，频道主人还是可以持续每个月赚进很多被动的广告收入。第三个被动收入是线上课程，为何放在部落格 YouTube 频道之后才说呢？因为要贩售自己的线上课程，最好要先打造自己的自媒体，如部落格或是 YouTube 频道，用自己的自媒体来销售线上课程或任何产品是最好的。贩售线上课程目前的定价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产品，是一个非常好的被动收入，只需要完成一次就可以持续不断的有收入，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变现。其实任何人可能都有别人所没有的知识，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打造自己的线上课程，尤其现在中文、英文的各种线上课程的网站都非常的多。你只需要在上面开设账户，很快就能够打造自己的线上课程。很多人会说我不会什么技能啊，其实有时候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你的技能而已。而且培养一些技能，实际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在线上课程网站，我就看过有人教导别人怎么样泡一杯好咖啡，这样也能当做一门贩售的线上课程。另外，你可以教导别人做美食，或是拍摄照片、影片、剪辑 YouTube 影片。如果有语言专长的话，还可以教日文、英文等各国语言。你也可以教外国人中文。所以，其实你不知道你可以贩售的课程其实有很多，或是指导别人使用如 Excel、Word、Photoshop 等软体。这些其实入门门槛不高，甚至你可以先花点时间在 YouTube 上学习后，你就可以制作自己的课程了。所以其实你可以参考很多线上课程的网站，看看别人在贩售什么课程，也许你就有很多灵感，可以找出你可以做得到的课程。同样道理，很多人尤其在打造自己的自媒体之后，也可以贩售书籍。你可以出实体书或是电子书，跟线上课程是类似的，都是把你的知识变现，制作一次之后，就可以无数次贩售，持续的有被动收入。所以知识变现的线上课程或书籍等，是一个绝佳的被动收入来源。这也是很多网红跟名人在做的事情，这也是他们更容易变成有钱人的原因之一。《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就常常说，要从穷人或中产阶级转变成富人，你必须要学会懂得制造现金流，不是光靠工作的高收入就有用，必须懂得用钱去赚钱，制造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现金流。所以第四个被动收入就是自动化的公司。打造一家公司并不容易，对很多人来说，但是如果成功有了一家自动化的公司，你就有了一个不断的现金流，而且通常这个现金流会比一般工作的收入来得更高。很多有钱人就是有了一家或多家公司之后，用多余的钱不断的来投资在新的公司，或是投资到股票、债券、基金、房地产等项目，然后又从这些项目获得更多的不断的被动的收入。而其实很多人会忽略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打造一家大公司，
一家小公司或是一人公司，其实也可以赚很多钱，或至少超过一般上班族的薪水。而且，如果你将公司的各项工作，如进销货、分配资金等都自动化了之后，公司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被动收入工具。尤其像电商之类的公司，在现代很容易打造。我自己就花了几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自动化的网络公司，平常几乎不需要什么管理，就可以不断地产生被动的现金流。这比有一个不确定会不会被裁员的工作好太多了，而且收入也高得多。记得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打造大公司，小公司一样很赚钱，一样是一个很好的被动收入来源。而为何我前面除了自动化的公司外，介绍一些几乎不需要成本、几乎不需要投资的被动收入呢？就是希望大家先不花钱，创造了不断的现金流之后，再来把多余的现金投入到更多的被动收入项目，钱滚钱来赚取更多的被动收入。这也是真正有钱人玩的游戏。富爸爸的作者跟很多有钱人都是这样。他们主要是开公司有了稳定的现金流之后，再把这些多余的现金投入到更多的金融工具或房地产，然后再靠这些被动收入工具制造更多的被动收入。第五项就是高股息的股票，也就是高殖利率股票。选择这些股票，通常要选择进入成熟期、每年获利稳定的大公司。通常这些股票的每年平均殖利率至少有4%到5%，有时候可能会更高。而投资高股息的股票，首先要注重股票的安全及稳定性，所以最好选择5到10只以上的类似高股息股票来分散风险。而且建议在股市大跌的时候来分批买入投资是更好的，因为你会得到更高的殖利率，而且有更高的安全边际。就如巴菲特所说的，在股市大跌时买入好公司，所以你也必须要做些功课。当然，这些通常都是值得的。国内外就有很多人的案例，靠这样的股票每年稳定收股息来过着不错的退休生活。但是这样的股票通常成长性比较低，所以通常这样的股票不是用来赚差价的，而是以零股息为主。这也是打造被动收入的其中之一的好方式。第六项是投资 ETF 指数基金。如果你觉得选股票很麻烦的话，可以投资指数基金。而正因为投资选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连股神巴菲特都建议投资人直接投资指数基金就可以了，不需要花心思去投资股票。而之前巴菲特也跟很多避险基金经理人打赌，用标普500指数跟这些经理人的10年绩效做比较，结果10年标普500平均年化报酬率达8.5%，轻松赢得赌注。在亚洲也是差不多。台湾的台湾50指数基金，过去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也达7%以上。如果投资本金不变，几乎10年本金就可以翻1倍。所以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指数基金，通常报酬都非常稳定且高于一般基金，因为这些指数基金是追踪大盘指数，而经过统计，大盘指数报酬率通常高过于一般的基金。所以长期下来的投资报酬率都非常稳定且持续成长，比起自己乱投资股票，风险来得低跟比较稳定。这也是巴菲特跟其他投资专家建议一般人投资指数基金的原因。但是要注意的是，股票或是指数基金建议都是要尽量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分批买进，且长期持有，并分散投资多种标的，才能有每年的稳定报酬。如果跟一般人一样追高杀低、短进短出，可能就没有这种稳定报酬，或甚至亏损了。第七项是房地产投资。为何房地产投资放在最后呢？因为房地产的投资金额较高，作为入门的被动收入可能并不适合于每个人，甚至于你可以先把买房子的钱拿去投资报酬率较高的股票或是基金，有比较多的钱之后再来投资房地产。
而房地产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到底这间房子是你的负债还是资产。很多人认为房子就一定是资产，其实不一定，因为如果你的房子是自己住的话，又有房贷，这样的房子并不能为你带来收入跟现金流，反而是负债。所以要靠投资房地产来制造被动收入的话，最好这个房子是投资来出租的，然后扣掉房子的房贷负债后，还能为你带来正向的现金流，这样房子才是你的资产。出租房地产才是一个真的被动收入。假设你每个月房贷是2万，但你可以用3万出租给别人，这样你每个月就有1万的房地产被动收入了。所以房地产可以是不错的投资跟被动收入，但是记得要计算好你的现金流。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对你带来帮助及启发。《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他从穷爸爸那边学不到有钱人的智慧，但是他从富爸爸那里学到了有钱人的智慧，并且实际运用到生活上去实践，最后他也成了富爸爸一样的有钱人。所以，我们想要达到财富自由、时间自由，我们可以向已经达到的有钱人来学习他们的智慧，他们使用的工具。罗伯特清崎也说过，其实有钱人才是比较勤劳跟付出较多的，因为他自己跟其他有钱人都不断地提供了如公司、书籍、课程等等的工具，来帮助很多的人，同时也帮助了自己致富。所以事实上，要成为有钱人，打造很多的不同的被动收入，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被动收入建立后，也不一定能够永久持续，是需要持续去维护跟创造新的被动收入的。所以，真正的有钱人是不怕失败，不怕付出，不怕去尝试的。即使打造一个资产失败了，还是能够继续下去，为自己跟他人打造另一个新的资产。一旦成功了，就会比别人收获多非常多。最后想跟大家说，不断的学习有钱人的智慧，是让自己更快能接近有钱人的思考模式最快的方式。而我也是透过不断地学习，才能帮自己打造出被动现金流。我的频道常常会介绍一些网络创业、YouTube 赚钱及有钱人的智慧等相关知识。这里有我过去创业的经验及我学习到的有钱人的智慧。希望我的频道能对你有所帮助，我也还在不断的学习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希望大家都能完成自己的梦想，达成财务自由、时间自由。谢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周见。